今天呢，想来扒一扒一门生意啊，就是利用 ED 邮箱做的生意。那么事情故事的起因呢，是我之前呢在2月份初的时候，我买了一个可化会员。因为我之前也买过可化会员，但是老是会被掉线啊，就是团队版的。那么我在淘宝上买了一个可化会员，大概很便宜啊，就几块钱，我临时用一下。那么我发现的话，他给我的可化会员呢是教育版本的啊，就是教育版本的。其实呢，我之前我也当然知道啊，这个教育版本是很多优惠啊。我原本是只是优惠而不是免费啊，结果没想到他这个教育版本可化会员是免费版本的。对于他来说啊，他在这边卖的每样东西，相当于都是一本万利啊，就是根本就没成本的啊，就是纯利润啊。这个说实话，这生意很暴利啊。那么我继续挖掘这个信息呢，首先的话，其实网上有很多贴文啊，包括这种小红书上帖子有很多笔记啊。除了这个 Canva 之后呢，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关于 EDU 优惠太多了。今天我只是以这个 Canva 做个起因啊。那如果说你有这个 EDU 邮箱，如果说你在留学的话，那你就好好去利用这个 EDU 邮箱，因为你毕竟是真实的嘛。它这种的话，我感觉它肯定是利用了某些手段啊。那么我今天想扒一扒这个手段怎么弄的。那么我再找到一个贴文，就是在网上有一篇文章啊，这文章的话，它是 ED 邮箱如何去获得永久免费的这个 Canva 会员。那么我看到这个邮箱，它里面贴一个，它没打马赛克啊，一个 bsu.edu.pl 的邮箱。那么我原本的话以为这个邮箱呢可能是一个真实的某个大学，然后呢大学这个管理不严格，所以说每个人都可以注册啊。万让我没想到的，这个学校是不存在的啊，没有这个学校的，而且这个学校根本就不存在这个学校的啊。所以说呢，这种东西有点类似于山寨，有点类似于冒充啊。但是我没想到，点 edu 点 pl 邮箱呢，居然是人人都可以注册的域名，所以说这个域名是他自己的，根本就不是什么大学的，就是自己完全每个人都可以注册。你注册之后，你就拥有无限个 edu 邮箱啊，这个也是个漏洞啊。那么我们想一想啊，如何去注册呢？其实很简单，你就搜索引擎搜索嘛，比如说像我这样搜索啊 ，edu.pl 注册啊，你可以看到很多信息啊。那么信息我看到非常有一条有价值性，就是这边啊，波兰 edu 邮箱真赚钱啊。我们看看这个帖子怎么说呢？那么他这里面说的话，就是说的也是说这家公司啊，这家那个商家吧啊。bsu.edu.pl 后缀啊，打开这个域名一看啊，学校其实都是假的啊，那这不是的啊。然后呢，不管它怎么样啊，只是说呢，这个邮箱啊，其实网上是可以随便注册的。这边显示是460港币一年啊，我们这个不看它，这个价格比较贵点啊。你看这个是任何人都可以注册至少一年啊，至少一年啊，这个就是说你至少就是起步注册一年，这个正常啊，这个反正就任何人都可以注册啊，不用审核的啊。那么我自己在搜索查询过程中呢，我发现有一家非常便宜啊，比刚才那个460港币便宜多了啊，就这家啊。这英文单词说实话我也不认识啊。然后呢，你不管怎么样啊，反正这边直接你想注册的什么域名呢？比如说你随便输一个啊，比如说我随便打个乱码吧，肯定是没人注册过的，点search啊，然后让它搜索啊，这价格非常便宜啊，就$5一年4.99啊，4.99，就算加上税也没多少钱啊。然后这边它在检索啊，检索你看成功了啊，这个没人注册，然后你点这个啊，然后点 buy 啊，然后就注册成功了。那这是一个方法，有了这个域名之后，那你就是创建企业邮箱的话，那非常容易了啊。你 ED 邮箱跟企业邮箱建设是一模一样的，这个没有问题啊。其实如果说你懂一些计算机技术的话，这个不是问题啊，所以非常简单。那么比如说有些人他是自己不想去注册，但是又想拥有这些邮箱啊，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网站啊，就是这个 eTempMail 啊，这个就是临时邮箱啊。那么这个邮箱的话，就是这边会临时产生一个邮箱给你使用，比如说这种很多乱码这种邮箱啊，它这个也无限的啊，它这边又提供2个域名，你这边可以切换啊。2个域名说实话，你换来换去没什么意思啊。你看它也是 edu.pl 的啊，波兰的这个教育邮箱啊，没有任何意义，你多选一个就行了。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不幸的消息啊，就是你用这个注册的话，注册那个 Canva 啊，是注册不成功的，是验证码收到之后你填写进去的话，它会显示错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怀疑这个已经用的人太多了，已经被用烂了，这个域名已经被拉黑了。但是我自己注册的域名，波兰教育域名，我去注册 Canva 是可以成功的。所以说你还得就是自己注册，但是呢，我为什么介绍这个东西呢？就是因为你不一定要用 Canva 嘛，你可以尝试别的这种服务嘛。现在很多服务都推出这种教育优惠，你也可以试试看。那么我们再说回这个 Canva 啊，就可化啊，可化的话，它这边的话教育版的话，这边有个概述啊，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话，就是会走偏路啊。
怎么说呢？就是你注册成功之后，它不是立马就给你免费版本的。其实这个里面还是涉及到一些信息的，比如说里面上选择是你是高校老师呢，还是 K12学校啊？什么叫 K12学校呢？就是从小学到高中阶段啊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比如说他是给你这个符合条件的中小学啊，让教师、学生、员工啊，这个可以协作交流啊。比如说刚才我说那个淘宝吧，其实它就是利用了一个教师账号啊。这个是 K12的学校教师账号，然后去申请啊。那所以说呢，他这个成功，但是呢，现在也开始变严格了。怎么严格呢？他需要你上传这个证件啊。我很怀疑有些商家他可能会上传这种 PS 证件，因为审核不是很严格啊。所以说呢，这种让他们产生的这个争议啊。但是如果说你选择高校老师的话，对不起啊，一样没有任何教育优惠，只有 K12学校的才有优惠。那 K12学校的话，比如说呢，你真的是你拉人头啊，比如说拉人的话，那个人就相当于是你的学生啊，所以说呢，这样子才实现了这种免费版本。比如说啊，它这边显示啊 ，K12教室可以免费使用啊 ，Canva 可挂付费功能啊，你在什么学校任教啊，名字输进去地区可以更改。然后说实话，这种东西啊，其实也不需要造假。说实话，这种东西你说学生这教师资格证啊，你找一个中国的小学吧啊，那这种很容易获得啊，是不是啊？你即使没有异地邮箱，说实话，其实也能获得这个服务啊。当然，异地邮箱的话真的是很便宜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申请资格啊，申请资格的话是专门给 K12啊教育工作者和机构啊。该产品目前不适用于从事高等教育的教师或机构。其实这个获得认证 K12，我觉得这个非常容易啊。你随随便便，说实话，你身边肯定有朋友是做小学老师的啊，这个从事教育工作很容易的，我觉得。我这边呢，其实只是一个举一反三的过程啊。如果说其实你更有头脑的话，其实你会想到其他的一些类似于 SaaS 的这种软件的这种教育优惠啊，其实也很能使用啊。我感觉真的做一个中学、小学老师还是福利满满的啊。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而已。如果说你身边有亲戚啊，你朋友做中小学老师的话，其实你可以让他创建一个账号啊。这个账号的话，说实话，其实也不用异地邮箱的。我尝试过。你即使不用异地邮箱，其实你这个账号也能升级到这个地方的。其实他们可能那些人啊，之前是利用漏洞不需要你查上传什么证件。现在的话，其实你普通邮箱啊、QQ 箱你也能申请啊。你申请上去之后啊，他需要让你填写资料，然后上传证件证明啊。那么证件证明上传之后，那么你就成功升级到这个教师账号了啊。教账号之后呢，就是你可以拉人嘛，可以拉500个人的，一个团队可以拉500个人啊，足够了。所以说这种账号啊，真的是那些卖这种东西的人啊，真的是很赚钱，很赚钱。好吧，我今天只是想分享一个案例啊，只是跟大家说明一下。那么如果说其实你有兴趣挖掘更多信息的话，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优惠可以挖掘的啊。最好我觉得卖东西的话，你自己看着办了。